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呢。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的是 APEC 的川习会啊。这次呢，虽然川普在行前说首要跟中国大陆谈的就是芬太尼的问题啊，但是你说稀土谈不谈呢？大豆谈不谈呢？当然也可能会谈呐。这大陆商务部呢，已经对全球发出的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公告第61号的第6条就规定，境外特定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资，也就是民用跟军用，那当然多半都指的是稀土啊。这个出口许可的有关文件都要以中文为准。现在不但是要学汉学，还要学中文啊，因为呢，申请表格你必须用中文填写，否则不过关。好，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川普和澳洲总理 Venice 呢，在20号正式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啊，计划的总额高达8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600亿左右。川普也表示呢，美国希望并且正在积极建造一条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而且他还预告，他说1年后，美国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将会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听听他的话，真的是很夸张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说。这个是2024年全球稀土量跟冶炼能力的对比啊，你可以发现呢，在2024年产量全球占比啊，中国大陆的稀土全球占比是70%，美国12%，那澳洲呢就刚刚提到的啊，跟美国来签署协议的，这全球是3.4%，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5%而已，跟中国大陆的70%还是差很远的。另外就是缅甸了。好，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常讲说稀土其实在半导体方面非常重要，在整个供应链你也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占比呢，大概都是超过了50%，甚至是6-7成以上。好，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来晶片制程。当中稀土应用的流程啊，包括矽晶片，包括前工程、后工程啊，这是相关的工序哈，其实跟稀土的冶炼过程很有关系。现在看到了说，美国找了澳洲来合作，但是稀土的关键在于精炼造成的环保问题，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澳洲会帮忙解决吗？这个问题是澳洲有能力解决吗？想也不一定有能力。其实刚刚在何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里头还蛮重要的，不只是这个比例，其实还包括了刚刚讲这里头非常非常关键，对于军用，对于包括半导体非常关键的重稀土的提炼，因为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提炼是包括它跟氧化跟这些矿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副金属，也往往会跟主金属。我们比如说先前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材料，它是要在提炼铝的过程里头顺道提炼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复杂。川普会讲这话，就表明他真的不太懂稀土，或他装也可能装。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如何的难？如果这么容易，其实美国是现在才知道稀土的问题吗？不知道，已经很久了。拜登时代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攻破？而且美国政府过去也不愿意自己拿钱来投资，是叫大家来投资。但是现在终于啦，还是有点突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的出钱投资了 Material AP， 是现在来讲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稀土有提炼能力的，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提炼重稀土。包括不只是刚刚澳洲，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现在他就紧盯着巴基斯坦的合作，因为巴基斯坦也提炼稀土，据说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拥有中国可能有最好的技术提炼能力的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所以最近美国为什么把印度踢到一边，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稀土啊。所以在这个描述过程里头，我觉得它的最大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中美对于稀土战这件事情不太一样。以美国来说，它什么都要，对他来说，它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它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它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对于军用民用是两个不同的圈圈。交集起来的，比如说川普要的，美国政府要的是全部都包括。可是中国来讲，军用是切开的，也就是这次包括川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对，而且我要知道，在稀土政策这件事情当中，中国不是准备你这次美国骂我才准备好，中国已经准备了多长？我认为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研究如何对抗美国战略。所以在这出来的部分，是对全世界震惊四座的，真的是定海神针和孙悟空的那一根。所以现在丢出来之后，也影响到整个欧盟，包括其实安氏半导体的部分，会触动有关于包括对荷兰的这里头就是稀土。
也就是说，这点不只是美国哟。中国大陆现在拿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包括欧洲针对性的荷兰，以及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对于半导体结合起来跟中国大陆造成制裁？美国制裁，欧盟制裁一个半导体，那中国有准备好用稀土这件事跟全世界为敌吗？对，我觉得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战略思考，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思考。相较之下，美国的需要其实是比较单纯、比较直接的，就给我。可是中国在用稀土政策后面的调整当中，你说只是迁就川习会这么表层的东西吗？没有，更深入、更层次，包括欧盟全部的策略。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都已经思考准备好了。对，因为稀土本身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争霸，其实关键材料，尤其是稀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稀土以外呢，会不会谈大豆？一定也会谈啊。最近也看到说，南华早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啊 ，Mason， 那他们的一艘这个货轮呢，叫曼努凯号，13号抵达了大陆宁波，在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当天就进行卸货，结果就被收取了446万人民币的费用，这个大概是62万7千，将近8000的美元啊。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呢，这是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之后第一个被处罚的案例。而《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报道说呢，目前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使用一种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学原料。那最新的数据啊，在中方这边海关总署也公布了，今年9月份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同期170万吨，现在完全归零。9月份大豆进口总量是攀升到1287万吨啊，现在呢不跟美国买。那跟谁买呢？包括像是南美洲的巴西跟阿根廷都成为中国大豆的新采购来源。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包括药品哈，所以大豆之后，现在包括像药品跟化学材料，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吴岳老师，您的观察？我想，像美中如果双方谈不定，当然从稀土到农产品，到有关于化学的我们所讲的原物料这个部分，都一定会成为重点。稀土其实开采并不难，稀土的关键在于说它的精炼是比较困难的。那这90%的精炼都是由在中国大陆来精炼，就算其他国家开采，你也必须要送到中国。澳洲也是精炼一样。那第二个，现在中国在很多的做法上也在学美国，就长臂的管辖权。所以你看它稀土，重点不是中文的问题。重点在于说，凡是不仅是境内管辖，境外稀土出口到外国，你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出口的稀土跟技术，中国通通纳管，所以它也在进行所谓长臂管辖权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之间的博弈嘛。大豆的问题，我觉得说应该是只要美中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去年来讲的话，美国出口到中国到大豆占美国出口还有51%左右嘛，那现在降到0嘛。所以这只要美中能够谈定，我相信大豆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大豆本身的生产的地方都是川普的主要的所谓选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谈判的要点嘛。那当然，你刚刚所讲的，川普想做几个什么？第一个，他想做半导体嘛；第二个，他想做晶片嘛；第三个，他想做 AI。这3个大概还有军工企业，这4个大概都是跟稀土精炼有关。那第二个，川普一定想做什么？想做汽车嘛，想做制造业这个部分嘛，想做所谓造船嘛，这个部分也跟稀土有相关。那第三个，川普想做什么？川普一定想做有关于医药这个部分嘛。是。那医药这个部分当然原物料会有相关嘛。所以美中这个部分，它的所谓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目前为止仍然还在博弈持续当中。双方都是累积实力，而且双方都已经去运用到长臂管辖的部分了。那双方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主轴。但是不破是底线，因为一旦破的话，对双方的承受度、冲击度非常大。中方现在就是如法炮制啊，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打大豆的，因为大豆跟民生相关哦，你知道大豆这个所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非常的多哈，而且呢，讲到民生呢，10月底啊，因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圣节哈，现在你知道吗？一顶便装帽子呢，这个要价是30美元，大约台币是1000块钱哦。天哪，很难想象哈。那美国90%的万圣节商品呢，都含有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有一家这个万圣节用品的公司老板就表示说呢，大部分的儿童服装价格有可能会上涨3到4美元，成人的这个大人的服装哈上涨5到8美元。另外，在北卡，那这是全美家具之乡啊，北卡罗来纳州。
一家这个家具厂的执行长也说，这个产业的利润通常都只有4%到5%，但是他们已经连续5-6个月吸收全球关税的1半成本，现在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呢，最终这些成本，抱歉，还是得转嫁给消费者。好，现在看到了，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开始出现的效应，已经逐渐深入到是美国民间啊。可是单靠他现在要补贴啦，关税的收入 cover 得了吗？大师？应该是没有办法 cover 啊。那个基本上关税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或中间商，他只会消化一部分，他没有办法全部消化，而且可能就一段时期。对，有人算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80%，基本上都是由消费者来转嫁。那事实上你算一下，现在美国大概给他的进口东西平均的进口的关税大概加到20%到25%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25%我们就算一个8折好了啊。如果是20%的话，那16%。所以美国的这个各种物品它可能要增加16%，那最后由消费者负担。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他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这次没谈好，中国大陆所有物品变成100%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很多货品会缺货，而不是说这个会涨价的问题啊，这个根本就不会进行交易了。那问题就变，我们现在是讲这个 Halloween 嘛，10月31号，接下来就是 Christmas 啊，10月25。那再加上10月25长假以后的 Back to School 哈，它都是一个采购的一个采买的一个高峰。那如果说这一次没有谈好的话，中国大陆对美国进行全面断供的话，那美国的整个的那个消费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这个政治效果的话，这个川普。